被稱為小金人蔡金強呢一位金牌基金經理，係金融界其中一個非常之有份量嘅人物。相信大家啦，如果有上網睇開財經嘅影片，都應該有睇過佢喺唔同嘅平台接受嘅訪問嘅。咁我自己啦都周不時會睇佢嘅影片啊，講到佢對於宏觀經濟嘅睇法啦，同埋佢嘅最新投資部署嘅。咁佢喺幾個星期前啦，就接受咗一間證券商嘅訪問啊。咁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到重溫嘅。咁所以今日都想透過呢一條影片啦，去到同大家分享佢嗰個訪問嘅一啲重點啊，同埋加插下我嘅睇法嘅。不過就因為佢今次訪問涉及嘅話題都非常之闊啦，咁為咗特別去到 highlight 訪問主要嘅重點，我會集中去到講下佢所講到嘅投資部署，同埋佢認為值得考慮嘅股票板塊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首先，當然要講下佢認為值得大家留意嘅股票先。隨住通脹率處於歷史嘅高位，聯儲局需要大幅加息壓低通脹，都已經開始見到經濟啦係有衰退嘅跡象嘅。面對住呢一個局面，小金人啦喺訪問就提到，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啦，要揾一啲做得比較好嘅板塊並唔多㗎。咁基本上啦，一隻手啦都可以數得晒㗎啦。如果講到最傳統可以受惠滯脹嘅板塊，小金人啦就話可以留意能源，包括係石油同埋天然氣嘅行業，亦可以考慮一啲農業相關嘅股票嘅。另外一啲近期可以受惠大趨勢嘅板塊，就有科技嘅硬件、新能源嘅板塊同埋一啲電動車嘅行業嘅。咁喺訪問入邊啦，佢亦提到，當識別咗邊個行業係有比較大嘅潛力之後，就應該將資金啦係分散投資喺行業頭幾隻龍頭嘅公司嘅。就以石油股為例，香港最具代表性嘅都係中海油883同埋呢個中石油857嘅。另外啦，佢亦睇好一啲電信板塊嘅股票啊，包括係中移動941、中國聯通762、中國電信728同埋電信盈科8號仔等等嘅。咁佢所講到嘅石油股同埋電信嘅板塊都係屬於高息股嚟嘅。而普遍呢一啲高息股之所以喺呢一段時間係做得比大市好，其中嘅原因啦係因為呢一啲公司普遍嘅現金流係會比較強嘅，咁先至係有能力派到咁高嘅股息嘅。而因為呢一啲公司嘅業務都相對比較穩定嘅，咁所以當面對住經濟下行嘅時候，抗跌嘅能力啦都比起其他股票板塊係強嘅，就唔會好似一啲未有盈利嘅科技企業需要係槓桿借好多錢，令到佢哋喺今輪嘅加息週期喺借貸嘅成本方面係大幅增加，而影響公司嘅盈利嘅。而因為頭先講到嘅高息股啦，普遍冇因為今輪加息而受到太大嘅影響啊，咁所以高息股嘅投資策略亦都係近排值得考慮嘅投資方法。咁根據翻小金人喺訪問入邊提到嘅板塊，我再篩選咗一啲投資嘅選擇俾大家參考。咁當中咧係有美股啦、港股啦同埋 ETF 嘅選擇嘅。就例如能源方面，美股嘅話可以考慮近期巴菲特不斷增持嘅 OXY 西方石油，或者係另一間美國龍頭石油公司 Chevron 雪佛龍。而至於港股方面，就可以考慮頭先提及嘅中石油同埋中海油。而能源嘅 ETF 亦可以考慮投資喺美國上市，跟蹤住美國石油商品價格嘅 ETF USO 啊。咁另外一個值得一提嘅投資選擇啦，會係一啲高息股嘅 ETF 啊。咁因為正如頭先都講到，小金人喺訪問啦都提到一啲高息股票嘅板塊嘅，而當中啦佢亦提到要分散投資啊，避免只係買個別單一嘅股票。咁就例如電信嘅板塊啦，就講到有4至5隻嘅股票可以分散咁樣買嘅。正正就因為咁，我過去啦都有同大家分享嘅高股息率 ETF 都係一個唔錯嘅投資選擇。由 Global X 發行嘅兩隻高股息率 ETF， 分別係 Global X 恒生高股息率 ETF 3110，一隻專注投資喺50隻喺香港上市最高股息率嘅股票組合，同埋 Global X 亞太高股息率 ETF 3116啊，專注投資喺亞太地區上市最高股息率嘅40隻股票組合。
咁呢兩隻 ETF 啦，都符合目前高股息率嘅投資策略，集中投資喺一啲相對傳統穩定嘅行業，而且現金流充裕嘅企業。因為呢一啲企業相對嚟講防守性啦，都比起增長股係強㗎。喺市況唔明朗嘅時候，跑贏大市嘅機率會比較高㗎。而當我哋去比較翻呢兩隻 ETF 旗下追蹤嘅指數同埋恒生指數過去幾年嘅波幅，連埋股息嘅收益都可以見到佢哋啦係跑贏大市嘅升幅嘅。咁所以從回報方面去睇，投資喺高股息嘅 ETF 啦，會係一個行之有效嘅長線投資策略。咁都見到呢兩隻 ETF 都將會喺2022年9月底係派息嘅。咁所以有興趣了解更多呢兩隻 ETF 嘅詳情嘅話，咁都歡迎大家啦去睇翻我之前講到呢兩隻 ETF 嘅分析影片啊。而至於其他板塊嘅選擇啦，我就唔特別詳細去講啦。咁大家啦係可以 screen cap 畫面嘅圖啦，去參考翻唔同板塊嘅投資選擇嘅。好，咁簡單分析完小金人講到值得留意嘅板塊之後，我哋再睇下佢認為大家要避免或者係已經過氣嘅傳統收息股先。咁當中包括係一啲香港傳統嘅公用股啊，咁例如係2號仔中電啦，或者係3號仔煤氣嘅投資者啦，就要盡量避免啦。咁因為今時今日嘅環境啦，就比起10幾年前都好唔同啊。俄烏戰爭令燃料啦同埋呢個資源價格長期啦都係一個非常之高嘅位置，咁都令到呢一啲傳統公用嘅企業嘅成本係大幅增加，咁啊係壓縮咗佢哋嘅盈利能力嘅。而喺過去呢年，無論係公司嘅業績定係股價，都反映住呢一啲股票啦已經係開始沒落㗎啦。咁雖然股價比起之前高峰已經係回落咗好多，不過可惜嘅係公司嘅基本面已經係出現根本性嘅變化，已經係唔適宜再作長線收息㗎啦。最後，其中值得分享嘅一部分係去講到普遍投資者喺衰退環境下嘅資產配置方法。咁佢強調啦，呢一個都要好視乎翻投資者嘅背景同埋年齡，咁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論啊。不過籠統啲嚟講，咁佢認為喺市況唔明朗嘅情況底下，普遍投資者啦係可以 hold 3至5成嘅現金，咁不過要係美金或者係呢個港紙嘅，亦可以考慮將部分嘅現金做一啲保本嘅定期存款嘅。咁因為隨住美國繼續加息，佢估計美匯會喺未來呢幾季會繼續走強嘅。而其餘嘅資金就可以配置喺影片提及嘅板塊，可以係一啲防守性強嘅板塊，一啲高收息股票或者係 ETF， 同埋一啲強勢嘅板塊，去到平衡翻成個投資組合。咁當然啦，最終都要視乎翻你自己個人嘅風險承受能力，去調節翻適合你嘅投資配置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